特币已经进入牛市最疯狂的阶段了吗？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可以看到这张数据图表呢，白色线表示的是比特币的价格，那橘色线呢表示的是1年以上没有动过比特币的数量。你可以发现啊，当我们在熊市的时候呢，比特币它1年以上没有动过的数量会急剧的增加，也就可以表示呢，比特币的长期持有者在不断的增持比特币，而且没有散户的加入，没有新散户的加入。因为如果说有新散户的加入，那他们呢比较会在短期内去移动他们的比特币。好，那你可以发现呢，我们在牛市的时候啊，这个数据就会不断的下降。其实它可以表示的有几个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市场上的散户呢变多了啊。其实很明确的，我们在牛市的时候，就是市场上的散户变多，因为只有散户呢，他会去移动啊，在短时间内啊，一直移动他们的比特币。那其实这也会造成筹码的不安定。那第三呢，就是这些长期持有者，他们也会在牛市的时候呢，去移动他们的比特币，或许是从他们的私人的冷钱包呢，去移动到交易所里面，在牛市的时候进行抛售。那你可以发现呢，只要比特币它的筹码呢开始变得不安定，也就是散户开始增加的时候呢，那么比特币的牛市啊就会迈入最疯狂的阶段，而且呢，它是一去不回头的，它不可能一开始了之后，然后又回头，不会的，它只要一开始呢，它就会一路的走到底。那你也可以发现当这个数据在下降的时候就表示市场上有很多的散户、新散户涌入了，那这就会进一步推升比特币的拉升。这就可以表示其实新散户的进入呢它是不会终止的。虽然说比特币的价格中间会有回调但是在牛市当中呢，就是会有不断的很多的散户加入，而且这个趋势呢，只要一开始呢，它就不可能再被逆转了。那你可以发现在过往呢，也就是在散户加入最疯狂的时段呢，比特币的价格会急速的拉升。其实在一开始呢，比特币价格的上涨它还是比较和缓的那等到了有大量的散户疯狂涌入进场呢，那比特币的价格它才会急剧的拉升。在我们过往的2轮牛市、3轮牛市都是这个样子的。那再来呢，还有一个数据，或者说有一个观点呢，我认为也是可以从图表上面得知的，也就是呢，其实散户加入最疯狂的时段呢，是在牛市的中期，还有牛市的末期。那其实在熊市的初期，也是散户加入很疯狂的时段。那其实散户开始纷纷离场的时候呢，往往都已经要到熊市的中期了要到熊市中期了，因为要到熊市中期呢，大多数的人呢才会意识到熊市已经开始了这就是市场残酷的地方了。你可以发现其实我们现在呢，这个数据已经开始往下走了，就表示这个市场上有很多的散户呢涌入，而且已经开始有一些长期持有者会去移动他们的比特币那就可以表示，其实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了牛市最疯狂的阶段了。那我们可以稍微对比一下当时比特币的价格，没错，我们大约从比特币从38500以来的起跳点呢，我们就进入到了牛市最疯狂的阶段，也就是散户疯狂涌入的阶段。那通常呢，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历史这个阶段呢，它也没办法持续太久，大概就是不到1年，接近1年的时间，接近1年但不到1年的时间。那其实我们可以推算一下其实我们从比特币当时呢在38600，如果加上不到1年的时间，那其实我们很有可能呢会在今年的年底或者明年的年初就会见到我们这轮牛市的顶峰。当然了，我们知道到了顶峰的时候呢，我们要建立顶部，它肯定是需要一段时间的，所以我认为这也不和比特币的周期呢相互违背。好，那其实这个图表它还可以告诉我们呢，在操作上我们现在最简单的就是不应该随便下车，因为我们这一段你可以发现最疯狂的阶段呢，它只要一开始它就不可能回头，它上涨的幅度非常的猛烈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呢就涨了非常多。那即使中间有回调，有 20%、有 30% 的回调，我们很快就修复了。那如果说你在这段时间呢，你抛售的筹码，你不一定可以把它接得回来。那即使接回来了呢，你也不一定有原本的价位漂亮所以如果说我们没有办法非常非常精准的控制这个点位的话，那其实筹码呢，最好在这段时间呢，就是不要去动它。
那其实在这张图表上面呢，我们还可以有一个长期的趋势，你可以发现什么？就是我们这个图表橘色线也就是比较安定的筹码呢，它会被稳稳的放着，它不会这样随便乱移动至少在短期内不会随便乱移动的筹码呢，它会随着我们的牛市呢，随着我们时间进行的不断的增加。你可以发现每轮牛市呢，这个数据都在不断的提高然后高点都是在不断提高的，那低点呢也是在不断提高这其实可以表示两件事情，就是比特币的信仰者呢，长期持有者是在不断的增加的，这就进一步推升了比特币的拉升还有就是比较悲观就是我们市场的红利呢，正在不断的被消耗殆尽。你可以发现为什么我们还能有那么大的上涨呢？那就是因为我们其实认知到比特币的人呢还没有那么多，或者说认知到比特币有价值，认知到比特币可以长期持有的人呢还没那么多。但随着比特币牛市的发展，随着时间的发展这些人只会越来越多。当我们之后呢，如果说我们每轮这高点呢，它都在不断的贴近，甚至没有显著的抬升的情况下呢，那各位朋友们，我们比特币牛市呢，它也会显得不显著，也就是我们在牛市也没办法涨到多少，它很有可能呢都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波动，就不会有太大的涨幅了。那到时候呢，比特币的红利就会结束，它就会慢慢失去投资价值，或者说呢，它跟其他金融商品比较起来就没有优势。所以我们现在要牢牢的把握住了牛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依然坚定的持有我们之前呢从$44,900就开上来的多单。你可以发现我们开仓的价位呢是在$44,900，那么一直拿到现在呢已经是$68,000了。虽然说有些回落，但我们依然掌握了不错的利润。那么以太坊呢，我们从$2,000开仓，一直到现在$3,300了。你可以发现我们总和呢利润已经超过了800万的台币。你可以发现非常的丰厚。那么如果你也对交易感兴趣，你也对这些利润收益感兴趣的话，那么非常欢迎你可以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现在只要 KYC 入金$100就送你$30的现金就是可以提币的。那 OKX 你只要 KYC 入金$50就送你$50的体验金，合约体验金。你看已经做到1:1了，我相信这两个活动呢还是非常优惠的。那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一张图表，这个数据呢大家就比较熟悉了，它是属于技术指标上面的数据。那你可以发现RSI 其实大家也不陌生Relative Strength Index 其实也很简单，就是RSI 它比较的是什么？它比较的其实就是我们但凡有波动，那这个波动它属于上涨的比例是多少？如果我们有波动，而且这个波动只要一波动就是上涨，那 RSI 就会很高。那它其实也可以代表我们一段趋势它疯狂的程度，对不对？你想想看如果说我们一有波动，这个波动就是上涨的话，这难道还有什么比这个数据更能代表市场的情绪，或者说市场的火热的程度吗？我相信是没有了。从这个图表，我认为有两个比较重要的数据。第一个呢，就是其实我们这个牛市它绝对是有提前抢跑了。你可以发现在这些点上面呢，它都有分别标示的颜色。颜色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我们这轮牛市的进程你可以发现当我们在走蓝色点的时候，在过往其实在蓝色点、深蓝色点的时候，我们当时的牛市都还在刚刚萌芽的阶段，或许刚走了一点点，或许呢它还在酝酿。但我们在这轮牛市呢，我们还在蓝色点点的时候呢，我们就已经走出去了好一段的距离了。RSI 已经被拉高了，拉到了前面3轮牛市前所未有的高度。所以不可否认我们这轮牛市它绝对有提前抢跑。那会不会牛市的顶峰也提前来到呢？你可以看到我们基本上我们的 RSI 如果来到了当前的这个阶段也就是来到超过70，那其实我们再过不了几个月，我们就会来到牛市的顶峰了不起就是1年以内我们就会找到。那其实跟我们刚刚的结论呢是不谋而合的。那再来呢，就是我们 RSI 的顶峰一轮牛市呢，基本上它就只会出现一次，冲锋就只会有一次只会有一次，它不会说这个又下来，然后又给你再上去的机会是
不会有的，至少我们在这2轮牛市呢是没有见到这样的情况。那我相信呢，我们很快，如果说我们的 RSI 啊，它可以冲高到比如说85、90以上的这样的数值的话，那我们就要相当小心了，是不是我们这轮牛市呢，它已经慢慢的来到我们的顶部了？因为到时候到顶部的时候呢，也会是非常疯狂的。那我们其实不容易察觉出它其实已经到顶部了。那我相信，如果我们透过一些客观的数据，我们比较可以理性的判断当前的盘面。好，那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非常欢迎你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